Hello，欢迎来到 Happy House，欢迎第一组的宝宝们啊！现在年过了，我们来做一个主题哦，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今年的你有没有敲开的模式？等于说，这个使用的方式，正确的使用方式，你今年对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运用，去敲开某一种你的潜在能力，或者说你未知的，或者说发挥你的优势，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做这个主题的一个目的哦，希望在里面得到一个你有用的讯息跟内容，来帮助大家。那一样，这是大众的能量哦，希望大家要认真的提取你有共鸣、有感应的部分，不要全部都采纳归纳成自己就一定要这样子做，是你有感应到，毕竟很多讯息在这里。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们选到的这张主牌，你们主牌是这只猫头鹰。猫头鹰最近常常出现，我觉得我们的 Happy House 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有一群人是非常的有智慧，那种所谓的自省啊跟内化的能力是非常高的。猫头鹰常常看到。而我们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今天的主牌全部先看到，神谕卡都出来了。要怎么敲开今年的题，把那个壳里面的你把它撬出来？重点是什么？其实只有4个字：成熟觉醒。这不是一个爆红型，也不是一夜翻转的能量，而是稳稳的升级版本。这就是我现在看到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们的总体能量，直接破题。那来看看细部为什么这么说。第一章就刚才说的这只猫头鹰，永恒的智慧，它象征的是一个内在的觉醒。什么叫做永恒？就是你会不停的更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也不是一个稳定，甚至说停滞的状态。你会一直的往上。所谓的永恒，就是一直在不断当中的变化中，就是一种永恒。只是你可能现阶段的你没有办法感觉到。但是这样的永恒的、不停的内化、不停的升等自己的智慧，这对你的人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个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们第一组宝宝这不会是你第一次看到的人生课题，就是你现在面对的事情，你甚至已经反复想过，甚至说有些事情也反复的发生过，这不是第一次。但是今年你会觉得很多事情虽然似曾相识，然后有类似的压力，或者类似的角色、类似的责任，或类似的内心挣扎，但差别在于你这次的解法会不一样。你开始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人生，这就是猫头鹰站在一个猫头鹰的头，大家知道吗？它身体可以不动，那个头大概可以360度的旋转。他看的那一种视角跟一个固定或者僵化的人是不一样，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为什么你们现在今年你要敲开自己的第一个能量，就是这个，用更高的视角看待人生。你不会再去问说为什么是我，这个事情我要学什么，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为什么必须面对这些东西，你不会再问这个，你会去转念。这就是一个成熟灵魂的一个路径你已经开始看到了。所以你的优势就是高度的洞察力，从经验里面去提取智慧的能力，然后也愿意面对现实，这是多棒的一个决心。聪明，你已经开始知道智慧是什么，甚至好好的运用你所得到的经验，转化成智慧。很多人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会开始更冷静，别人看着你也变得更沉稳，那只是因为其实你已经看得更远了，更360度了。再来我们看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是很多人在耕种，这个牌非常丰富性哦，它强调的象征的是一种实用性，就像我要耕种啊，我可以利用牛来帮我拉耕田啊，那我可以利用一些工具啊去做收割啊，然后甚至下面的这个图案也代表了蜜蜂啊认真工作工蜂，然后有花朵采蜜的过程。这个配置两个在一起真的非常强，而且他们你的第二张牌啊是摩羯座在月亮，然后到第10宫，讯息非常完整，关键字就是某种情绪的压缩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然后社会责任感也很重，然后还有事业导向，你很重视你的名声，还有定位，还有你的物质生活。所以你今年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站在哪里，我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站在怎样的高度上，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怎样的一个角色。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远大，没错，因为第10宫讲的就是某一种公众展示跟成就，尤其又在摩羯座这种毅力跟严谨的发挥底下，就会变得非常的落实，然后月亮会触发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浓烈。月亮又代表情绪，也代表某种阴性能量。如果我们看视频、看这个影片的宝宝们，你是女性阴性能量的话，这会更有助于你这样子公众形象的提升。你会更在意某种母性，或者是说柔性的力量会觉醒，而且是以一种很实用性的方式去达成这种公众的展示。所以你不是在乱冲，今年你不会做这样的事，你想要的是有结果的努力，甚至用方法、用工具、用决策、用条件。这就是一种我把事情去简化的一个方法，这也是要有智慧才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完全这2张牌，我觉得是可以一起的合在一起解释。所以这里有个隐藏的潜力哦，你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务实的，只是拼命的，其实你有一种天然的权威感，天然的你内在你可能都没有发现哦，你其实可以成为领导者，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规划能力。抗压性，还有长期的布局的思维，然后更有的是摩羯座的责任感。你不会是那个冲第一的人哦，但是你会是那个走到最后的人。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第2张这张牌非常大的实用性，你可以说它很现实，但是也很落实这种现实的落实跟实在感。就是支撑这样子的事情走下去的一个能量很棒。怎么敲开字？我觉得光是这2张牌就已经很强大了。后面我觉得这2个继续讲到，我觉得宇宙给的能量才会如此的一致就像我刚才前面所讲，你们这是一个稳定的一个阶级的跳跃。今年你必须要做到，你也一定会做到。你有这样的能耐跟能力因为来了一个调节。你走到这样子的位置不容易，前面你运用了很多智慧、很多方法、很多技巧去执行，然后也很多情绪的那种渲染底下，第3张来了一个调节的牌，这是一个代表今年你会被推到桥梁的位置，你会成为某件事情、某件关系之间的桥梁。不管你现在在的是一个公司行号，还是工作里面，还是有什么合作伙伴，甚至你自己的情绪上、感情上的伴侣，你都有可能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调节者。他是充满的一种宽容、理解跟和解能力的人。你们让大家握手，然后甚至是第3方，你甚至就是那个第3方的那个什么和事佬，对，你甚至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是非常强大，到了第3章依然强大。这个桥梁的位置你可能是家里面的和事佬，或团队里面的协调者，还有你们感情里面比较理性控制的那一方。所以你不是想管，而是你够稳。但是这个提醒也来了，
你不能一直当那个理性的人，永远在调节调停的人，你要注意自己的需要，也不能过度的漠视，这会产生某一种的内耗。月亮在这里也讲了一个某一种阴性的能量的某一种，虽然我很温和，我很和顺，我很顺从，我很希望和谐，但这种和谐某个时候也是等于某一种自我的牺牲，变成你不要去强调，或者是不去过度争取，你尽量站在一个协调角色，那这样子有点弱化自己。那今年你必须敲开的某种能力，我刚才说的，你有那种智慧领导者的能力的时候，这种协调是站在双方去共赢的那种成分上，而不是你自己一直退，这点是必须要注意的。你不需要永远当那个最懂事、最理性，然后最牺牲的那个人。协调不一定要牺牲，对不对？这个一定要拿捏住哦。所以有时候你要允许你自己去说我不想处理，或者说由你们自己来做一个协调，你当一个仲裁者，甚至是这样。不用全盘的接收，你必须要去控制，必须要去了解，必须要去处理这些杂乱的事情。你可以不想处理的时候就不要处理，成熟的去调配调解，但是不一定要压抑，或者是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跟责任哦。这是现在看到这个协调者这边也要稍微注意的。第四个。这个思想家依然来到了跟摩羯座、跟这个猫头鹰很类似的能量。思想者，就这张牌超级符合前面的，完全没有跳通，一样来到一个什么？你今年会开始重新的定位目标，然后精简你的人际范围啊，甚至重新检视某些价值观，可以是工作上的价值。感情上的价值，金钱上的价值，物质生活上的价值，你会重新思考什么是对你更有益、更重要的，长时间、长远的布局哦。它是一种启蒙，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先知。我觉得跟这个猫头鹰是非常一样。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思考里面的注入很多，就是今年你们敲开的一种能量。不管你过去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或者自己很能够思考、很能够分析、很能够判断，未来的这一年啊，你需要敲开了自己，不管你要不要愿意，你已经具备的这样的能量，这是一个能力哦。所以你会突然觉得我不想要再浪费时间了，这不是冷漠，而是觉醒哦。刚才说的思考者是觉醒，你的隐藏的潜力会在这里爆发。所以这也在讲你的某一种潜在的能力里面，还很适合做教学、做顾问。有没有这两张牌看到？策划、规划的工作，心理洞察型的工作也很适合你，还有深度的剖析跟创作。这个听起来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多很烧脑。没关系，你今年一定可以让你自己达到这个程度，你也拿得起来的，不要怀疑自己的能量跟能力哦。这才是你重新敲开自己、撬开你这个壳的重要的一个步骤，你懂吗？先去相信自己，你不是只是会做事而是你现在会开始思考结构，这才是重点。在中间的这个卢恩符文放在中间是要做一个提醒这个符文很特别，它代表的是人，我们是人群社会中的一部分，但是同时我们也是个人的一部分。这跟刚才的和解、跟实用性、跟一些思考里面，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你在讲求某种效率，或讲求某种团结。共融性的时候，也要想到你自己。等于说要同时考虑自我跟社群上的需求的平衡，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包含了跟家庭里面、跟友谊，或者是跟某一种公众团体、组织里面的一个能量的协调。这也代表某一种的慈善事业
更大的共融，他讲的人是更广大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启蒙哦。你可能可以做这方面的义工啊，或者是说帮助大家解决一些事情啊，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甚至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这种什么天职在这里，我这边看到你有这样的能量哦，所以去注意这样子的罗恩符文，它代表人，也代表自我意识跟自我的意识的一种串联，在人群中的定位，然后真实你自己属于怎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完全很庞大的一个能量啊。而它在第10宫的能量啊，几乎是呼应的。隔壁这是第10宫，完全的社会的展示。所以今年的你啊，真正被撬开的不是外在的成就，不仅仅是外在的成就，我应该这么说，应该是说，反而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是谁。你过去可能活在别人的期待，或者是家庭的角色，或者是社会的标准，甚至是说某一种责任的框架底下。但是这个罗恩符文在说啊，你会开始为自己而活，而且这颗符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你不能再完全独立作战。它象征的是人与之间的交流，跟他一直强调。你虽然要凸显你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的需求，知道自己在人际或在社会上或在某种关系里面的地位跟身份，但是你要注意，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协作的符号，你不能只靠你一个人独立作战了。所以他提醒你，中间放在中间很重要，合作、连结、被看见、接受帮助，甚至接受帮助。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从这种内在的觉醒，很多思考者，很多实用性，很多协调者，甚至第三方，都在的在显示你们的某一种稳定的，但是又有点孤独的能量。不管怎样，相信你自己，有时候是可以接受到帮助，别人也帮助得到你。这个时候是给人家一个关心你的机会，你会从这样的关系里面得到某一种能量，甚至这就是我觉得这张牌很特别的。所以如果一直习惯自己去扛啊，今年啊，宇宙想要让你发现啊，真正的伟大是愿意站在群体之中。你不是工具，你也不是功能，你是一个完整的人哦，你是一个完整的能量，是可以跟大家融汇在一起的，然后创造更好的东西。这种实用性，这种农作，它不是一个人的分工的，然后大家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收获，这才是现在看到的全部的你们的能量所展现的。所以今年啊，真正被敲开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你的权威感，还有你的自我认同，还有你的社会地位。你会慢慢发现啊，其实我非常有立场，其实我不想要退让，我也不需要退让。这不是叛逆，而是成熟。然后隐藏的潜力有哪些？刚才我们总结一下：领导的潜能哦，长期规划的能力，冷静的决策力，灵魂的成熟度，就是在这里被显现出来的。所以你自我的定位即将会形成，你们呢不会再是浮夸型的，你们也不会是浮夸型，而是后劲很强的能量哦。而你需要知道的一个挑战的讯息就是，不需要情绪的内耗。刚才说的某些协调或者是说协作底下，你不要去内耗自己，也不要什么都自己去做，自己去硬撑，自己去扛。也不要把成就当成唯一的价值，你们的成就来自很多方方面面，跟人之间所产生的某一种能量的互换，有时候这样的互换会带领你到另外一个层次。然后也不要忽略自己真正内心的需求，我认为你们会看到的，因为太多的聪明的智慧的能量在这边。这样的一个成熟会让你不会失去你自己，这是我看到今年的。所以你不用急，你会做到，
你不只是一个角色而已，你还是你属于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你呀、你会走到那个程度。只要你稳稳的走啊，这一年呢，你会慢慢把你自己的骨架长出来。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整体能量。后续我来给大家我们的神谕卡 Happy House 的神谕卡，这个已经发售了，是3用的卡牌哦，给大家做一个神谕加塔罗还有加扑克牌3用的解读。我们看看宇宙最后给你的一个提醒是什么，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要抽3张牌，好吧，3张让大家来看看宇宙给你们怎么样的一个讯息。这张牌其实它还讲出来的公开、臆想、背叛，这在讲什么？公开性，我刚才说了，你们有带了很多协作在里面，你们是一种公众的展示，第10宫嘛，有没有？就像这样的市集，非常热闹，非常愉快。而公开就是现在的关键字，跟刚才能量是不是很像？很像。然后后面的花色，花色这是梅花，梅花就代表权杖，权杖的 K， 权杖国王，这样子的魅力的展现，要用权杖国王的方式，不要再害羞，不要再害怕，拿出你的魅力，你可以引导潮流，甚至引导别人的目光朝向你，你有这样的能量。如果你在准备什么企划，甚至要展示什么样的成果，你可以自己来啊。但是你在自己来的过程里面啊，融入某一种公开的一种方式，这会非常有助于你想要把这事情达成的一个完整性。关系也是一样，公开公正，你们会走向一个很公开、很透明的一个状态，而且这样的公开透明还是很大有吸引力的。权杖国王，控制能力也很好，权杖控制能力，刚才说的领导力也包含在这里，所以这张牌非常符合。指导方针也跟你们的神谕卡非常的类似。第二个臆想，臆想很特别啊，这个男人躺在床上想了很多事情，脑袋冒出好多东西，所有的东西在你脑袋想的啊，什么东西是臆想？当它漂浮在你的脑袋，那就是想象，只是幻想，白日梦，甚至可以这么说。但当你不这样想的时候，你把它落实，它就有成真的可能。所以这讲到了很多你的想法的落实性。你是思想家没错，但是你要把你的思想变成真实，这就是你今年敲开你自己的重要第2件事情。不要只是想，这个圣杯后面是圣杯的7号牌，爱心红心就是圣杯。情绪很多想要，也很感性，对不对？刚才月亮在这边也的确很感性。你有那种情绪，很多的情绪的时候，怎么样去筛选，甚至怎么样去落实，这就是我这一张牌要告诉你们的。而且在我们符文底下，这种所谓人际关系交流跟自己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参考一下。如果你们有对应到，你就知道宇宙告诉你什么。第3张背叛，背叛很有趣啊！一对男女在一个女人后面手牵手，想必就2个人在搞一些小动作。或许你过去有这样子被背叛，或者是说让有些事情让你不能信任，甚至某些关系让你产生犹疑，让你产生痛苦、痛心，这种东西啊，在过去可能会发生，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个背叛的背后的花色是金币，方块就是金币，金币的王牌 A 王牌1号王牌，在讲什么？不要害怕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这个发生也只是要落实某些事情。若不是这些人、这些事、小动作，或者是小不被信任的事情，没有办法被你信任的事情，如果没有办法被显现出来，你怎么可以提早知道他们的不忠诚？你就可以有提醒，自己有警惕，才可以创造的所谓的金币的王牌，新的落实，新的一个肯定，新的一个方向。大家理解吗？没有这些东西，你怎么跑到这个所谓的金币的王牌，重新的开始？所以代表某个旧的结构、旧的关系、旧的习惯，或者旧的不好的讯息、不诚实的一个行为，通通在未来这一年你要把它收起来，甚至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提醒，当作一个教育啊，
有没有刚才说的启示启蒙，然后让你反而发展出一个新的能量，就是金币的王牌落实。这甚至带来某一种金钱的如果你在金钱上有一些问题的话，也是重新的投入，重新来到，重新的机会。所以敲开自己的方法就是承认它，而且从这样的问题，从这样的现象里面去发展说，为什么会这样？你搞不好得到另外一条路可以走，甚至是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这是我们的神谕卡3张给大家做的一个建议哦。这就是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们的敲开的方法，你们的使用守则啊，好好的去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造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我们塔罗占卜的目的哦。好啦，喜欢的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让你想显化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哦。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Hello， 欢迎第2组宝宝来到我们的 Happy House， 欢迎大家再次的光临啊。今天呢，过完年哦，刚过完年，我来做一个主题，我想要帮大家了解一下你今年的正确的使用方式。这个叫做敲开自己的方式。这个使用守则啊，有的人不见得活了这么久知道怎么开启自己。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宇宙给你怎样的提醒跟建议哦。这可能是你需要去了解自己的优势啊，或者是某一种能量你需要激发你的潜能啊，我们都来稍微探讨一下，让今年的你啊过得更顺利、更顺畅。这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目的啊，希望大家看到最后。首先来看看我们第2组宝宝你们选到的这张主牌，其实牌我都一次打开了，主要是把能量能够统合整合一下。第1张牌跟全部的牌其实都有一个能量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今年你们即将发光，绽放光芒，这就是你敲开自己的关键字。为什么这么说？第1张啊，敲开今年的你啊，来了一个精神的和谐。天哪，和谐就是来了一只蝴蝶，非常美，非常漂亮。这是一个所谓的内在跟外在一致的和谐，这不是单单你单方面的，所以我才说很美啊。缤纷的花朵跟它自己的翅膀，有没有内外合一？这种和谐是不是你会在一个地方感觉不协调，或者在一个一个场所里面觉得你好像被排除在外？完全不会，你会完全融入，你甚至成为焦点。这个能量一出来，我只能说啊，你可能经历过某种价值的冲突，或者是感情的迷惘过去哦，或者是方向的不确定、自我的怀疑，这些种种啊，你今年开始会感觉到哇，你重新对齐了，重新融入了某些东西了。这就是现在这张牌想要说的。你不再勉强自己配合不适合的人，你也不再去逼自己追求不想要的目标。你的优势在于啊，因为你看见你自己的美好，你自己的内在的某一种丰盛，而这样的丰盛感染了你为周遭的能量，而外在的东西也开始跟你对齐。你似乎不用刻意去找，他们就已经会过来附和你啊，附和你也不要奇怪的，的确就是这个感觉啊。他们会跟在你身边去繁荣你的感觉，这就是这张牌想要说的这种和谐的共鸣。这个内在的整合能力来自于你情绪价值的给予，你自己情绪的稳定，还有你对幸福的敏感度。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牌啊。所以你开始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快乐，这就是一种成长啊，一种成熟。今年的你开始张开翅膀，张开翅膀之后呢，第2张牌哇，很赞。所以我说牌一起看了，我说最近越来越喜欢这样，感觉能量就会一直加进来，你就会更有感觉，比单独看来的丰富哦。第2张牌来的什么调情的牌，这对男女啊在游玩嘛，在玩耍，在郊游，反正就是开心的意思啊。调情
怎么调？射手座在金星，而且还在第9宫，大家看得到，字有点小。射手座在金星，然后在第9宫，然后调情的牌，心花怒放的牌。金星大家都知道是比较情感哦，比较是一个关系啊，或者是说恋情啊，甚至某种协调合作在里面。而且金星有一种让人家无法去忘掉，无法去逃避的那种情感的触动，就像这样2个人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就在一起。对，这看起来就是很迷人的恋爱牌啊。所以在今年我们第2号宝宝，你们的敲开自己的方法，这个射手座在金星又在第9宫，在说啊，你们的恋爱运会升级啊，会提升哦。甚至包含一些国外啊，或者远距离，或者跨缘分、跨文化、跨缘分。我是突然这样讲，跨缘分。我本来是要讲跨文化的缘分，但跨缘分我觉得也突然合理啊，因为你们会不自然、不自觉的彼此吸引，那不就是跨缘分，把你们交连在一起啊？然后对自由型的关系会更渴望。然后，而且会魅力外放，然后爱啊，爱的成分里啊，还包含了某种冒险的精神，不畏惧，就是我就尝试，我就是体验，我就是经验当下，有点这样。也不是说你们渣，也不是说你们怎么会遇到渣男，会遇到什么海王，倒不是这样，海后是说你们更勇于去承认自己的情感，去更加的乐观正向的去看待一个所谓的两性的关系。金星有一种美好的成分，就刚才说的，你可以把它当作美好的滤镜，粉红泡泡 anyway 可以在一个情绪里面得到这样子的体验。我觉得去尝试吧，不用害怕。很多人说我怕受伤，我怕被骗，我怕怎么样，你只要给自己一个底线，给自己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过度的去渲染或过度的去美化一些个关系的时候，去进行是无所谓的。而且你们今年会有这样子的恋爱运来到，还包含海外的可能也不少哦，所以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不是说你会去刻意的撩人，而是说你的吸引力会变强。就算你没有刻意，别人会被你吸引，甚至有这样子的一种很爆发的能量。你整个人啊，甚至会变得更广阔、更开阔、更开朗。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吸引了这样的能量的到来，所以敲开自己的方法。过去如果封闭、不敢、害怕，现在的你知道你的交战守则第2条，好好的把自己的情感发挥出来，你会更敢于表达喜欢，然后更勇于尝试新的体验。然后也愿意的去走出门，去旅行，去进修，因为这也有一个我刚才说交友，到外面去，这不一定是恋爱关系，如果你不想，但也代表是某种合作团体跟人际关系的一种融洽，所以也是很好的牌。不管你们是在追求的是哪一种关系，反正你们都更敢于做自己就对了啦。所以啊，这个也有一个隐藏的潜力在这里哦。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就像这个小美女跟这个男人一样，她其实很吸引力，很有吸引力。男人一直看着她上面有个太阳，表示很正向、很光辉、很照耀、很耀眼的意思哦。所以你去发挥这样的能量，不要去压抑哦。今年的你啊，会让这个人能量把你推向某一种光明、被看见，甚至被大家喜爱的一个环境里面，氛围里，那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是你可能过去没有看到，或者是说没有去注意到。第2张牌是很棒，很棒。第3张来，今年要怎么样敲开你自己？你要被看见了，站在讲台，这就是讲台。这个女孩在报告吗？还是在做演讲？不管怎样，它都是一个被看见的牌。是某一种你站在舞台的意思哦。那个舞台是什么舞台？可能就是教育啊，你可能去发表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说你要去做什么样的报告啊，或者是说你真的就是在拿什么学业啊，有这样子的进程哦。它不一定是正式的讲台啊，
但是一定是会被听见、被看见的一个位置。别人会听你说，看你说些什么，而你说的内容啊，带着某一种教育、某种渲染、某种启发，甚至某一种吸引，这会让人家愿意看着你。这个讲台的魅力就在这里。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社交平台上你会有很活跃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说工作啊，或者刚才说的报告啊，或者是谈生意啊、接洽这方面，对不对？做企划，甚至某种教学的分享啊，你有一个很厉害的专业能力，那你可以分享给别人，然后公开，然后让大家去看到你，或者是说公开表达某些立场。就像刚才说，别人会听你说话，那你也有一个位置，或者有一个需求需要，甚至有一个某一种时刻，你需要站在那个位置上去说话，去表达某些观念、某些想法、某些立场。这就是这张牌它很广义的，甚至是对某件事情的发生，你帮某些人说话，也有看到在里面哦。但是因为你变得很有魅力嘛，我觉得这种说话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说行动里面，会带来还蛮好的回馈，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能量。你看这个女孩是大家听着她说话的，所以你会发现啊，当你说话认真的时候啊，别人会听，然后这种能量也非常的强哦，也代表了某种创作啊、教学啊。可能你会做顾问哦，自媒体啊，或者是说灵性工作者也有可能。所以未来的这一年，你要怎么敲开你自己？这个讲台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潜在的潜力能量哦。你的声音哦会被点亮，你会唱出一首歌，你会谱出一个美好的旋律，而这个旋律是关于什么？各个人的能量不同，去提取，这就是我说的提取你有共鸣的。以上刚才说的那些。你都有可能去发挥的话，或者你有感觉到就去做。第四个，蜡烛，蜡烛就是一个很棒的能量啊。什么是蜡烛？蜡烛它不是一个爆发性的，也不是一个很闪耀的、很光彩夺目的东西，它是一种小小的火光。可这样的火光往往是温暖而持续的，它不是一种爆炸性的光。它是一个稳定的，甚至是温暖的存在哦。所以今年你会成为某些人的光，也在于刚才的讲台。刚才说的，你可能会在某些领域里面有站在一个位置上，或者是说站在一个舞台上去发挥你自己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你会看到希望，有没有？希望下面就是关键字：希望、光，以及一个所谓的未来。你会成为别人的未来，你甚至也可以你自己，只要保持这样子的未来，也就是敲开你自己的光。或许你过去有点失望，对某些关系，或对某些事件，或对某些工作、人际关系都好，但是慢慢的，当你开启你自己，把自己带向一个更自由、更乐观的一个位置上，一个身份上，一个样子上，你营造出来这样的样子之后，你勇于站在一个点上，你不用怕人家批评，你也不用怕人家去指责，或者人家的奇奇怪怪的七嘴八舌，你完全不害怕，你就站上去说你该说的，说你想说的，这有机会成为一个别人的心里的一道指引哦。然后这个指引反向来看，也成为你自己的指引。你得到某种认可，对台上的认可，这种吸引力，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调情，它不是说那种刚才说的勾引啊，或者是撩拨啊。我觉得我们不要讲的这么低阶，更高阶的是这种调情，是你更能够调配、调动自己的情绪，甚至别人的情绪，在讲台上，在舞台上，然后成为这样的一道光。不是这么的，好像那叫怎么灿烂夺目，但是非常的迷人。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你可能一句话就影响了别人，或者你的陪伴会疗愈别人，这也很重要。你本身存在就是个价值，这张牌就在提醒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影响力。光，温暖的光。有一根蜡烛，不管在哪一个黑暗的地方，你永远看得到它。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你现在你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者某些人在你心里有这样子的能量产生，去相信那一道光也是我现在看到的，不要去排斥，或者是以为这道光怎么这么小啊，你会怀疑它的持久度。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光啊，这种温暖的存在，其实你一旦认可了，我觉得那个光会越来越大，你知道吗？但是它会放大的。为什么？因为你心中也有光，这就是一种光明的所谓的内外的互染啊。所以我们来说，正向的能量、正向的思考、正念很重要。你永远在一种悲观、不可能的情况底下，是不可能察觉到这样的光的。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你敲开自己光、希望感，对未来的希望感，温暖就会来了。相信你自己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后面来的罗恩的符文这张也很棒，在中间。为什么放在中间？因为它很重要。这张牌啊，这个符号就像一个旗帜一样，有没有像一个旗帜？一个旗，在飘扬的旗，它也的确就这个意思。飘扬的旗帜代表什么？代表胜利、庆祝，然后关系得到满足，工作得到晋升，或者是你某种社会上得到成就。这种和谐统一的感觉，就是这个牌罗恩符文这个旗帜想带领出来的欢乐，它就是个欢乐。这个旗一直在飘扬，是不是代表的就是一种胜利的意思？而且这个旗除了胜利，还代表了某一种风向。什么风向？这个旗帜指过来的这个风向就是这两个，我觉得这两个很重要。你怎么拿到这样的快乐，就在于你怎么样站在这个舞台上，你怎么样展现希望，或者对这个事情展现希望。敲开你自己今年的方法超简单，旗帜插上去，看看风往哪里来，看旗帜的方向，你就可以去判断那个方向，然后去顺合它，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方向，你会找到你自己插旗的地方。这张牌我觉得非常棒，罗恩符文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甚至是团体中的幸福、成功的满足、心灵的满足。所以啊，把这个符文跟前后的神谕卡一起对看啊，你今年会非常快乐，真的。但不是肤浅的快乐，是那种我终于做自己了，我终于发声了，那我终于在一种群体里面找到的一个归属感。你在一个讲台上找到了一个呼应的能量，你敢表达你自己，别人也愿意靠近，然后形成了这个温暖，不就很快乐了吗？果然啊，旁边就心花朵朵开啊！这个调情的牌一再说，能量高不是低的，一定要相信自己。所以你今年会被敲开什么？你的魅力、你的声音、你的快乐的权利，绝对会被敲开。你过去可能会压抑自己啊，喜欢的不敢说，也不敢太张扬啊，害怕被讨厌啊，不敢享受幸福，甚至这样。今年宇宙在说，去开心吧，去 happy， 就跟我们的 happy house 的那个我们的名称一样，快乐愉快的。你不用再为了成就，或者说某一种未来的目标去感到压抑，然后降低自己的光芒。每一刻存在都是值得开心的，就是你们敲开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关键字。所以总结啊，你很高的魅力会被展开，然后公开的表达能力也不要忽视，然后你会快速的吸引同路人，跟你同频的人，然后甚至有一种跨国际、跨领域、刚才说跨文化。或者是跨一些你们的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什么那种缘分啊，刚才说跨缘分，对，类似这样的，通通都有机会，然后喜悦跟创造力就会出来，你们真的会被看见。不要过度的去理想，但是也不要过度去理想化感情。刚才说这种所谓的调情要适度，你有这样的魅力，有这样子的调节能力有这样的吸引力但是不要自我陷入在某一种粉红泡泡里面，这你自己要有拿捏
然后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兴奋就忽略了现实，因为太过开心或太多放纵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至于了，这只是一个提醒。很多事都物极必反，你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但是不要去过度的渲染。但是我想呢，你们有一个蜡烛在这边，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开心喜悦是更加的内在内化，比较稳重的。所以我比较不担心，只是担心某些人，某些能量，你就觉得自己的电力不够，某些好事来，或者有些感情来了，你会过度的兴奋，忘却现实化，那这个就要提醒一下，也不要被那种喜欢，然后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人可能吹捧你啊，或靠近你啊，这个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大概你们简单就是这样，那很真诚的去发展你自己的感觉，然后表达自己。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现在的一个状态。后续要给建议牌用我们的 Happy House 的神谕卡，你们已经很 happy， 再来一个 happy， 这个已经发售了，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说明栏哦，有兴趣的可以去订购哦。来看看我们 Happy House 的神谕卡，这个是三节的，有塔罗，然后也有神谕卡，那也可以当扑克牌使用。来看看给我们的2号宝宝怎样的一个提醒跟建议啊？我们给3张牌，我看到了一个相同的东西，轻松时刻，有没有开心？今年真的敲开你自己的方法，就是去开心、去 happy 啊，去玩啊，去旅行啊，去做你想做的事，没有错，抱着希望去，有机会啊。这对男女也是在度假嘛。这也可以不用多说了。我们的那个神谕卡就是要让大家很轻松的利用这样的卡片，能够帮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占卜。那关键字出来了，你会容易判断。轻松时刻去表达你现在生活的就是这样的关键词，很简单，对不对？大家就可以理解怎样去做。后面还可以看花色，这个爱心就代表圣杯的9号牌，圣杯9是什么？高度的满意。你们果然会很开心啊！这个旗帜飘扬的牌已经是欢乐，已经是愉悦了。这边再来一个轻松时刻，一样是圣杯9。我觉得怎么说呢？宇宙中的能量不会乱给，你要相信宇宙，除非你选错。你觉得这组前面的跟你无关，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感觉、没有感应，你选错，那你离开。但一旦你选到这个，就一定有能量在里面，有给你的消息、讯息在里面，你去提取到。你去收获到，不是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到，你如果没有做任何事情，是绝对不会到。怎么做？刚才不是有讲了，去站上去，去表达，去相信，去展开自己的魅力，然后你的所谓和谐的精神就来到，和谐甚至内在和谐的精神，你要去达到，是不是就有轻松时刻？圣杯9这种满意高度的9颗星的满意，5颗星的满意值就来到了。看你怎么去定义而已。然后中间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牌，反扑哦。什么叫反扑？这条公路上，然后那个海，它会反扑的原因是因为有些阻挡。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扑在什么？有些事情呢，就刚才说的物极必反，不要过度的愉悦，或过度的在某一种关系里面，或过度在一种所谓的在别人的这种所谓的吹捧你，站在讲台舞台上的时候，就有点忘却自己了，有点飘起来了，有没有大头症？类似这样，记得这种东西就会反扑，某些东西的力量就会过来提醒你，你不可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扑更多的是一种，他为了你要成功，你为了你自己要成功，你需要保持的某一种谦虚，大家知道吗？我有这样子的能量能力，我还保持住，我不会去消耗它，或者去浪费它，或者去泛滥它，它才可以为你所用，然后带来什么？带来权杖6。你有没有反扑权杖6？然后另外一个能量还有，我们有一群人啊，宝宝，除了我刚才说这个是提醒牌，还提醒另外一个族群说，那你要记得反扑。如果你不是那种张扬的人，反而是过度内耗、过度压抑的人，他反而是提醒你要反扑，才有成功的机会。这个后面的花色权杖9号牌才会出，权杖6号牌才会出来。权杖6是什么？是载誉归国啊，然后大家列队欢迎的牌。
它是一个大家鼓励你、给你认可的牌，跟这个讲台很像，站在舞台上，你要反扑，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不要一直说事情或者好运好事怎么都没发生，是不是你少做了什么？这反而是大家要会去看的。你没有去做的什么，所以反扑是说你要反过来了。所以这两个族群除了提醒外，还提醒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再来，寻宝。寻宝这张牌很特别，要告诉你，的确就像寻宝一样，你的所有的愉快、所有的快乐，就像寻宝一样，一颗一颗。但是他这张牌，我觉得他反而是建议，你们的建议牌都很类似你们的那个主牌他想要说的是说，这样的寻宝，你可以寻，大家都为了寻到一个最后最好的这个宝贝，这个贝壳，然后就挑来挑去，挑三拣四，就到最后捡了一个什么，反而不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在中间被你丢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可能。那怎么办？这个宝剑五在这边就是说，你要有那一种，不要为了得胜而得胜，不要为了挑选而挑选，不要为了开心而开心的这样子的情绪你就容易挑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我们神谕卡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建议，很有提醒的意味不要去竞争，不要为了竞争或为了某种面子或者某种我就要得胜的这种情绪去夺取或者是去争取你那个东西，那根本你没有那么想要，说不定感情上也是一样。到底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只是为了面子，只是为了怎么不回我，怎么没有相对的给我情绪价值？例如这样子，就只是去考虑这个东西的话，就太表面了。他要你看的是更高的，你在挑选的真正宝物到底是什么？这才是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的提醒好了，这就是我们2号宝宝，你们的能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造更好的自己。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让你要显化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欢迎第三组的宝宝们，大家好。先清个喉咙。刚过完年我想要做一个主题是来看看今年度你自己的使用者手册，你正确打开自己的方法。你怎么敲开你自己？怎么撬开你这个壳？你可能要知道某些潜力你已经有的，或者说某些可能性你可以发挥的，或者说某些挑战你应该注意到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今年度的大家都很有帮助，所以设立了这个主题我们就来看看今年你应该怎么敲开你自己，你自己的属于你自己的正确的打开的使用手册。首先，第三组宝宝，你们选到的这张主牌，这张主牌其实蛮美的这是一个像花园，夜间的花园。可是怎么好像大家很快乐、很丰富、很活跃不会因为这个月光而有任何暗淡这有一只蚂蚁，蚂蚁是勤奋的代表者。从这张牌跟你们其他全部已经打开最近我们的牌都是一起的这样能量会更加的整合在一起我看到了一个什么？我们第三组的宝宝们你的今年不是改变你是来创造的。这张牌第一张就告诉你，织梦者。为什么一直觉得喉咙卡卡？太多话要说了。织梦者在讲什么？这只蚂蚁很勤奋，我认为你们在一个很勤奋的创作的道路上。第三组宝宝有很多创作的能量，这可能是艺术性的，你可能是作家，或者是说你在创造什么样的成品成果，或者是说属于你自己的事业，这也是一种创作。这种品质你维持在一定的高度上，你很在意，然后你在执行着，就像那个殷勤的蚂蚁。虽然在夜间工作，我认为你们就是工作很勤快的意思从白天到晚上你还继续。但是这不影响你对这个事情的热忱今年的你你应该以这样的热忱持续去扩展你们，去放大你们自己，而所有的光辉所有的荣耀会笼罩着你们，这是我现在看到的。
不管你现在是独自前行还是有伙伴，这都不影响，因为你是一个丰富的资源者，你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创造者，你要相信这一点，而且你够努力够殷勤，才会有这样的能量。你们充满了想象力，我甚至看到你有很多灵感，很多愿景，你很多是来自潜意识的创造，那不是一个计划或规划，或者是说去刻意的去制作而来的，很多时候就是灵光的乍现，或者是灵机一动，或者是说宇宙给你的灵感，就像这只蚂蚁一样，小小的，但是它充满了力量。而且你们不是没有方向哦，你们只是有时候太习惯把梦放在心里了，才会像这个蚂蚁一样，你似乎觉得它很小，好像看不到，但是你要知道蚂蚁的力量，它可以承受自己几倍的身体力量。我有点忘记了，知道的人留言一下。蚂蚁它可以抬起它自己本身体重不知道几倍的东西，10倍还是20倍还是更高。总而言之，是一个不可能，你会觉得以人的那种力量来看，根本不可能扛得起来，但是蚂蚁却可以。为什么它有这样的力量？就是它这是一种潜能啊！你有想过你这个潜能吗？所以你心中脑中一定有很多画面，就是很多是你想做的事，你想成为的人，你想要经营的生活，你想要展现的自己。什么是你自己？这不管是你想要的一个成果、一个关系，还是一个成品、作品，都是哦。所以你今天要敲开的第一层，就是你不会只是在做梦。织梦者或许过去是织梦者，但是这个梦被你织成一个网络了，已经快被你织成一个真正的东西了。在他没有完成前，在他还没有走下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或许那只是梦，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梦，你自己可能也觉得在做梦。但是 anyway， 你继续做下去，就跟这个蚂蚁一样，非常的努力。你不会只是做梦，你会行动，而你的优势就是你有创造力，你有故事能力，你有直觉的敏锐性，而且你要对未来的感知力，这就是像看到的织梦者，对未来有憧憬，有盼望，这才是织梦者的他最大的一个所谓的精神食粮。那你们有？那后面这一张隔壁的戏剧性，这个更棒了，一只狮子啊，狮子这个。牛街，你能说它环环相扣吗？是环环相扣，但是也充满了一种怎么说无法拆解性。这个戏剧的性的品质来自什么？来自狮子座在我们的水星。狮子座是什么？是领导，是闪耀，是开创的，是一种灿烂的存在。这就是狮子座。它在一个水星的话，那个是一个表达跟思考能力的展现。所以刚才说你们会有个创造的东西，你们极有可能就是个艺术家、创造者、作家，你们一定在创造什么东西，而且充满了艺术性。而这样子的表达跟思考力，在我们的第五宫。第五宫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影响力跟目标的这个宫。创造，它有创造跟爱情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也不排除你们在创造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大家以为说我们要创造什么感情 ？No， 我们可以看得这个更广。搞不好你是在写什么爱情故事，写脚本，例如谁知？因为你有太多的这种感性的成分在里面，我们不一定要把它狭隘成爱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人生的多彩多姿。对，你可能在创造这个东西。当然，如果爱情的能量在里面，也不排除你们也有很多爱情的创造力在里面。爱情的幻想力，编织者，有没有？隔壁。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戏剧性里面啊，这关键字就是表达欲，还有一个表演感、创作力，跟隔壁一样，还有自我的呈现，这充满了一个戏剧的张力。这不会是一个平凡的一年，我真的看到，因为戏剧就象征 drama， 当然不是说那种很痛心、很棘手、很撕心裂肺的 drama， 是更多的是浪漫、情感，或者是感性，甚至是无边思想的那一种感觉的戏剧性张力哦，会很有画面感哦。所以今年呢，你会很想要说话、表达，
像狮子一样，还充满自信哦，而且不是随便说说，而且是态度很明确的在说。你会更敢于发表你自己的观点，然后甚至是更勇敢的去创作，然后去站出来，甚至把你的作品、你的成品、你的成果展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这就是展现在这个所谓的戏剧性为什么背后会有这样子的能力，就是因为狮子座在那边隐隐作动，不是隐隐作动，是大方作动。狮子座是不会扭捏的，去表达，去畅想，去思考后的畅想。所以这是一个主场的能量，你会把很多东西拿回主场，你会成为主导者。尤其第五宫本来就代表创作跟舞台，还有感情，刚才说情感、浪漫面，还有自我表现的部分，你们会勇于表达，这也该是你们今年活的方法。你要活出自己的方法，敲开自己的能量就在这里。两张牌非常明显的，对不对？再来看，这个有没有那么的配合？来了画笔，这张是画家，对不对？你们还可能是画家，这个画笔在画什么？你在挥洒的是什么？你的人生，你的美丽灿烂的人生，不会是黑白的，绝对是彩色的。你的人生就在你的手上，这非常直白哦。它象征的是你主动的去创造，你会改写这样的剧本，你会重新的给它赋予不同的颜色，这是很感官的，很感性的，甚至很隐私面的，属于自己的充沛的情绪的流动。但这样的流动会不会引发别人对你同样的感受呢？同样的感动呢？绝对会啊，因为你们有很大的戏剧性在这里，它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剧情呢，会很多突出点、转折点、转捩点，让你们觉得哇，好惊喜，好好看。这个剧本读下来怎么这么赞？你的今年剧本就是这样。这个创作，我觉得或许你过去可能默默的创作，默默的进行，就像这只蚂蚁，一个人在那边，一只小蚂蚁，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能量，没什么力量，但是你的力量已经在发展，在发挥。你们今年要让它发挥。狮子有没有这种自信，这种闪耀要出来了？所以你的过去如果环境限制了你，或者是说时机不对，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或者说被别人影响，或者被某些现实的东西环境给牵制，今年你就会有觉醒，你可以自己改，你自己改写，自己写你自己的剧本。自己挥洒什么？因为你是创作者，你有最根本的那个力量，跟你最根本的一个能力，你知道吗？可以创作，这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什么资源哦。你可能会从事设计相关的或者是说刚才说创造相关的东西，艺术表演者也有可能，自媒体，任何需要自我输出的领域都非常在你们今年变成一个重点。不要去害怕，你的这个潜力不是安稳型的，是表现型的。只要你愿意表现，愿意把它挥洒出来，是有机会的。画笔就在这里，它讲的是一种开发，一种艺术，一种自我的内在的某一种自我感应的那种发现之后，然后感染别人。讲的虽然好像很难理解，但是你如果在这其中，你的能量是这样，你就完全可以理解宇宙要告诉你什么。这就是我说你对不对？你是不是选对组，或者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跟你产生共鸣，很好的一个采取的方式，你就这样去判断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你就会感应得到宇宙在说这个画笔到底是什么。再来最后这一张 mirror 镜子，这女人看着镜子。你会看见真正的自己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张牌因为当你站在舞台前时你会同时看见真实的自己，它是照应的。你会发现那些自信是真的，狮子的自信。然后你也知道哪些是在逞强，因为你已经看到镜子真实的或内在或表象跟隐藏的东西。突然之间会变得清澈了，你突然看懂了，什么东西是假象，
什么东西是真实，什么东西是硬撑的，完全可以判断。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实力，你也知道。所以啊，哪些渴望啊是真正的渴望，你也可以判断得出来。有时候渴望不是真实的，只是为了想要夺取夺到。这可以是任何的名誉、任何的关系或任何的地位、任何的钱财都有可能。但是有时候啊，人往往会迷失在这当中。我这边看到的是说，你们有某一种对照的能量在里面，可能你们的环境有一个机会性，就是让你反射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跟感受之后，你获得一个新的体验、新的领悟，然后这种新的领悟又重新洗刷，或把你深层的东西又重新带领出来，你又创造了更好的东西。我看到是这样。这种内在的一种引导，自我的反应反射，自我的反省，是一种觉醒，是一种很高的反思哦。甚至某些人会拿他的真面目给你看，你会因此而看得到。这就是我这边看到我们第三组宝宝，你很多灵性的能量跟创造的，跟某一种很高我的那种自我展现感在里面。你是一个这一年啊，你会自己对视，你会自己对看，而且是看进你内心，你看进别人内心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觉醒，不是崩塌式的，不是完全模糊的，绝对不会。你会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别人，从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里面，自动有镜子出来帮你，有点像照妖镜，对不对？照出来，让你感觉到哇，原来是这个感觉，那个自信心，我觉得你狮子的那种想要去表达思考的自信心所带领出来的，别人的不敢用一种虚伪假象或者是说欺瞒的东西去对应你，因为马上要被你照应出来。这就是你们狮子的这种很真实的表达能力，跟水星的这种思考过的真理里面去判断出来。所以我在看到的说，你们现在的创作跟你们现在要进行的东西是充满的一个灵性的层级的发挥哦。它不是一个低阶的能量的震动，你会震动到更高阶的，这样子说你们会比较理解。因为由于你们的纯粹性，由于你们的努力，所以你们即将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中间卢恩符号很重要，在中间哦，你们出现了非常棒的太阳，这是像闪电一样的，就是太阳。太阳出来了，跟我们的塔罗非常类似哦。太阳在说什么？充满了好运、正能量。而且活跃的男性能量也在这里出现了。你们是阳性的话，这绝对是你们会更加发挥这样子的潜能。如果不是你们，就可能你们的关系人、你们关系的对象、你们旁边的重要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男性能量，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促进你们之间的某些关系、某些事情的发展。它代表的是活力、健康以及光芒。而且是非常的稳健，甚至非常的有力量的，也很活泼的形式，而且很吉利。太阳象征绝对是吉祥的、圆满的、祝福的力量，一定要注意。这个在中间也就是力量的呈现，代表成功、胜利会来到。你会很容易的看到光明跟生命力在你面前展现。所以镜子我刚才不是在说嘛，它会反照出一些真实的东西，让你知道你不会被欺瞒，也不会被隐瞒。相对的，你的关系人就是这个阳性能量，尤其不会，可以相信他们。这个符号是非常强势的，是一个神圣的阳性能量。所以他在告诉你，你走在对的道路上，而且你应该要发光，你也会发光，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全部的能量看得到，非常棒。你会吸引别人的目光啊，但重点是你还承受得住那种目光。有人承受不住，知道吗？不要看我，我很害羞，我没办法，觉得很没有自信。不会，有狮子在这边，你就要相信你一定可以啊。代表会被看见，会被评价，会被讨论，会被期待。Anyway， 不管人家讲什么，你通通承担得起。这就是你的挑战，但是也非常的愉悦。它是一个很嚣张的。很嚣张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刚才说很强硬的能量，所以今年啊，你真正应该敲开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创造力跟舞台感。
还有你太阳的能量。你过去可能就是说，被说太高调，或者是容易被嫉妒，然后或者是说自己怕自己做得不好，害怕失败。今年呢，这个讯息啊，再告诉你，你绝对不会这样，你也不会再躲了。而且这个有一个潜藏的潜力在里面哦。总结有强大的创造力的输出，不要去停止任何创作，艺术创作尤其。然后公开舞台的能量哦，有什么机会就去展现，有什么机会就是参加什么比赛啊，就去报名，还是要考什么东西就去考，有机会你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东西，而且得到一些反馈。而且你们有一些领袖的气场在里面，尤其狮子座在这边已经发挥了高度的渲染力跟表达能力，所以成功的机运就在运转，就在帮你加持了。所以你们今年会是一个主角，而且这个主角的能量来自你某一种东西的发挥跟创造，尤其是创造型的人在这边，你一定要看到，你今天一定要看到这个重要的。好，那今年的关键字啊，已经知道了，不是一个低调的年度，而是你可以终于站在阳光下的这一年哦。这边说你要去发展，你要去争取，但是不用去步步为营，或者是说时时刻刻的关注。我有做了，后续我们就让宇宙的能量来回应给我们，懂吗？你不用焦虑，你去参与了，你去考试了，你去参加了，例如这样的，你去站在那个舞台上，那后续会怎么样？不用去控制那个结果，不用把注意力一直从头到尾的都紧跟住，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不用去抓这样子的结果论哦。只要你有站上去，你就有机会。然后去想想自己内在真正的东西，这是更重要，因为你有一个内化的东西，你才可以不停的输出。对，把它放上去，把它开放了，把它表现出来。OK， 下面我开始就要做我自己的第二部分的其他的新的东西的创作，而不是我这边我要去追踪，我要怎么去参加，我怎么去展现，我要参加比赛，要怎么样，然后细节我要怎么处理，然后我要准备的东西，我又想了很多，然后又搞了很复杂的话，例如像这样子，你都过度的那个消耗自己了。你要把你的创作力集中在你本来要创作的东西，你把管道弄出去就好，后面有人替你会执行，甚至是这样。你要相信，我觉得这个戏剧性也在这里，更有什么？更有规模、更有范围的去撒网，但后面会怎么走，不用去想太多，自然会有各个点，它自己会去连串起来，你不用去担心。这也是太阳牌在这边说的。所以今天这样子的牌，我觉得还蛮好的。再来后续我们用我们的 Happy House 的神谕卡，这是我们的3用神谕卡，有神谕卡，还有我们的那个塔罗，还可以当我们的扑克牌使用，是3用的。有兴趣的人可以看连结后面的下面的说明，会告诉大家怎么去购买哦。Happy House 神谕卡给大家什么建议啊？我们今年度敲开自己，我们的3号宝宝，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3号宝宝？来，3张牌，这张非常的突出，哇，这张牌一直出现，奉承的牌。我们来看看你3张牌，第一张加温，刚才说你会闪耀，果然会闪耀啊，像狮子一样发出你们的讯号，表达你们的想法。这个火炉是温暖的，所以你们会有很多温暖的东西来到你身边。那什么东西让你产生温暖？就是某种信任跟某一种保有。我们的神谕卡除了神谕卡，让大家很容易去知道这个卡片想要代表什么，或者宇宙的能量是什么，字很清楚，大家明白。后面的还有我们的花色方块就是金币，金币的4号牌是保有、存有、储蓄的能量。所以你们要储蓄，你刚才不是说吗？不用刻意的去知道某个支线后面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东西想得太多，不用撒出去就继续在创造自己的路上，再继续努力就够了。去加温，慢慢加温。这个椅子上没有人，我觉得这个椅子上的人他可能暂时去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好好来享受这个加温的过程，也是一个遗憾。或许他有人来找他，或者他暂时去做什么事情，他离开了这个位置上。我看到的是说，你们现在的温度啊，你们现在保有东西啊，其实很简单，
就在你身边而已。你只要回头一望，你甚至就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甚至看到什么东西就是在那边等你。金币4，我刚才说的保有存有，也代表金钱，有金钱上的一种保持，这是一种所谓的实质生活的稳固的意思，也代表精神的某一种安定的力量，其实就在你身边。那你没有回座位，你好像没有回座位，建议你去看看你周边，我觉得你有很多东西是在你身边，你没有注意到。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第2张牌，目标，朝你的目标去，有没有？不要过度的被繁文缛节还是什么规定条例去捆绑自己，你们更多的是在创造力上，很多事情发包给别人嘛，或者找个人帮你，或者说那个事情业务属于谁的，让谁去做，你做好基础的，你该做的那个，你的本身的创作就够了。你把目标要拿定，要保持住，然后这样的目标你就容易达到。然后我们的目标后面是一个圣杯。红心就代表圣杯，圣杯的8号牌有没有？你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你要抛弃一些圣杯，就是不要去想以前的事情，不要想以前过去的事情，让你困扰、让你迷惘、让你受伤的东西，甚至不好的习惯，都把它抛弃掉。圣杯就是断舍离，你要断舍离断得好，你才可以轻装上阵，容易达到目标。有没有？这就是我这张水笔卡很明显要告诉大家。然后第3张呢？第3张，哇，奉承。刚才不是说嘛，有人会帮忙你，因为你是狮子的存在啊，你有这样的戏剧性哦，别人会来帮忙你哦，不用去想太多可能，而且他们帮忙你是出于你就是有这样的价值，因为你展现了你的价值跟美好，别人会同时想要跟你一样，或者是说在你身上，你说利益关系好，利益交换，那也何尝不可？人生长到这么大，大家都明白啊，都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任何的关系都一样，包含情感关系。你一定有你的优点，他有他的优点，那彼此互相的可能有需求，互相的弥补、互补，然后关系就连接的更深，都是这样。奉承也代表你有这样的价值，原因在别人认为你就是可以达到某一些程度他要的东西，所以他愿意奉承你。圣杯3在这边呢。这奉承不是带着恶意或带着消耗而来，是真的想要帮你，但是他或许也会得到一点什么，那有何不可呢？不要什么利益都要自己占住，这也在讲，有点小赢小利给别人，别人会更乐意帮助你，你会事半功倍，就是这个意思。奉承，别人会奉承你。而且是在一种合作的圣杯3底下合作的心情愉快的心情底下，是不是很棒？这种创作是充满的流动的能量，而且非常的容易的能量，所以好好的提取敲开你们自己今年度的一个能量就在这里啊，方式方法宇宙都说了，一定要去拿到，然后改善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我们占卜的目的哦。好，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一样希望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让你想显化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哦，这是绝对有用的，真的。好，那就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